聊聊第3次世界大战，时间不确定，但早早晚晚的事儿。为啥呢？打仗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抢资源，资源都在一家，那就会引发矛盾。这个矛盾一旦跟经济沾上边，谁都想给它转移出去。转移出去最好的办法，那就是打仗。要么在线上打经济战，在线下那就是舞刀动枪了。说白了，这个根源就是人性，也是兽性。说好听点呢，叫命运共同体；说难听点，就是丛林法则。所以这个事儿压根就避免不了。那既然避免不了，大锤就想聊聊我对战争是啥态度。我在新疆当兵的时候，每次通报边境有点啥事儿，要搞战备，整得挺严重，好像要打仗。本来挺紧张的一个事儿，我们回到宿舍讨论的都是干。谁再在边境装逼，那就干他。我们虽然知道一旦上了战场，那就生死有命，死亡对于战争来说只是一串数字，死了1亿人，在里边选出10个英雄作为代表传承歌颂，剩下的9999万090压根儿就没人知道你的名字。道理虽然都懂，但反而那会儿的感觉不但不害怕，而且还有点兴奋。我不知道为啥啊，但可能这就是中国男人的基因，就像很多男人爱钓鱼一样，狩猎就是男人的天性，钓鱼就是去寻找狩猎的快感。咱们这个国家呢，只有几十年的和平，往前倒腾几千年，男人一直在打仗。所以中国男人啊，你瞅着那一个个斯斯文文的，但我觉着中国男人骨子里边其实是非常好战的。这个就是基因，只是咱现在被咱家大人保护的太好了，这种基因被封印了，但还是能看出来。有的时候我发个抗战视频，那评论区里边都杀气腾腾的，但同时也能感觉到咱们这一代人不愿意把和平葬送在咱们的手上。毕竟到了咱们这个年纪，有太多的牵挂，虽然不想战，但是绝不怯战。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伙，尤其是圣母，真要是战争来临，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时候，要把慈悲心收起来。就假设说哪一天啊，咱真要武统宝岛的时候，便哪个无良媒体发一张宝岛的小女孩从废墟里边爬起来的照片，结果圣母心就泛滥了，口风就对咱前线的将士口诛笔伐。那就怕咱前线的战士在那高喊爹娘孩儿不孝的时候，后边一帮傻白甜在那疯狂的背刺。英雄葬身海底，尸骨无存的时候，结果却被他们拿出来讨论该是英雄还是罪人。战争虽然邪恶，但战争的目的并不一定邪恶。千万记着啊，一旦输了，不管是傻白甜还是圣母，下场都不会好。我当兵的那会儿也想过，以前总看欧美大片，那些大兵对于打死一个小孩耿耿于怀内疚，我确实也被这个场面影响过，但是现在我绝对不会这么想。在战场上，只要是你阻止过的任何人靠近你，不听从你的命令，不管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，一旦他威胁到你和战友的生命，那就扣动扳机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在战场上去谈慈悲，那就是在阎王爷面前献才艺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他不收你收谁？以前听过越战的故事，越南的妇女朝你走了过来，咱怕伤及无辜，警告他不准靠近之后也没开枪，结果人家走近了，脸贴脸的拉响了炸弹，一般的人就这么没了。老美往鬼子那扔大蘑菇，有好些人也说残忍，不过我觉得不残忍。首先这是反侵略，你要不炸，男的上前线就杀你的同胞，女的去当慰安妇给鬼子解渴，鼓励他们多杀人。其次在南京的事发生之后，他们的老百姓可是都上街庆祝的呀，跳阿波舞，所以你说他们无辜吗？只要是不做出反人性的事儿，在战争里边一切的手段都是可以利用的。所以有些人也别总说反战的，反战和反正义战争这是两回事，分不清的那就是蠢。假设说啊，我当兵的那会儿边境有冲突，上了战场，我枪膛里边压好的子弹只对我的祖国跟身后的老百姓负责，至于我打死的人里边是不是有冤魂，那就等我死了，他们自然会来找我。如果在地底下还有圣母对我口诛笔伐，甚至还想在我的脑袋砍上一刀，那我会毫不犹豫的举起枪再突突一遍。总之，反对祖国统一和侮辱前线将士的人都该死，不管他是人还是魂。我那评论区里边，大伙儿应该也见到过类似的言论啊！你搁这天天聊战争，好像你多爱国似的，真打起来你们敢上吗？问这话的，我不知道你哪的啊？咋的？你们那儿现在打仗还用老百姓上啊？在我们国家现在不用，而且我爱我的国家，不用我整事儿，我不拍视频我也爱。所以希望当那一天真的来临，我所说的事儿不会真的发生。各位圣母也且行且珍惜。